嗨，大家！这几天是期中考的日子，然后我想说，我去年有拍过，就是我在纽约大学第一年念行销硕士的时候，一些考试以及课程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我们的科系呢，第一年跟第二年其实有蛮大的变化，第二年会有自己的专业，也就是 concentration。我是想说，好像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业是什么，然后我这一学期上的课程内容是什么。我自己觉得这一学期的课我是更有兴趣也更有感觉的，毕竟是挑我自己喜欢的。对，那我现在要先去学校的图书馆，所以我们就出发吧。地铁还要一阵子才会来，所以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系第二年专业的规划好了。就其实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是有3个专业可以。等一下，车要来了吗？哦，没有，是对岸的车。好，反正那3个专业分别是 Data Analytics、Brand Management 跟 Digital Marketing。然后它每一个专业呢都有它自己规划的，说如果你想要选这个专业，你的课程应该要怎么挑会比较好。但我觉得科系的设计都还蛮弹性的，所以你可以某个专业的课选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就选另外一个专业。所以像我就是我一半的课选 Brand Management， 然后另外一半的课选 Data Analytics。我自己其实对品牌经营是比较有兴趣的，但是我也知道说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必须要会，然后以后在市场上可能会比较被需要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各选一半，可能对以后职涯的发展也比较会有帮助，这样子。大家，我们图书馆1楼突然变得超 fancy 这样子，就之前在大整修，然后现在就是多了很多沙发跟独立的座位这样。这个蛋沙拉吐司是我之前工作上面意外点到的，然后超好吃，所有的同事跟学生都超爱，所以我今天又跑去买来吃，而且它就在学校附近家不是很起眼的那种 deli。要先介绍这堂课是我这学期唯一数据相关的课，它叫做 Advanced Test Analysis Experimental Design， 基本上就是在教你怎么做市场研究。然后我觉得它又更偏重于说你要怎么设计出一个对的研究流程，因为一般的研究应该会有所谓的对照组以及就是控制组，然后这个教授他特别的仔细在分享说哪一些变数你其实是需要去考量进去的，你的整个研究出来的结果才是合逻辑的，因为你一旦漏掉一些因素，那你整个研究可能就不是这么准确。所以这堂课基本上不是在让我们实际执行一个很伟大的市场研究计划，而是教我们前期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设计流程这样。大家，我现在呢在为明天的报告做彩排，然后这一堂课呢应该是我这一学期最喜欢的课，然后这堂课还蛮特别的，它的名字叫做 Real World， 然后是我们学院里面独有的一堂课。那这堂课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你会跟来自不同科系的人同班，然后你们会一起 co-work on 一个 project， 也就是代表说你的组员会是跟你不同系的人，所以像我就是有 project management 跟 PRCC 就是公关，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课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跟真的 client 合作，所以像我们这学期呢，我们就是被分配到一个它叫做 Axio， 是一个那种新闻的媒体平台。那他们难题就是他们这个网站就有推出那种付费的订阅制嘛，然后他们想要知道说他们应该做哪一个产业的内容会比较好推广这些订阅制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大麻产业。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做很多研究去了解说，大麻产业的人啊，可能哪一个职位的人会比较需要去
付费了解一些专业的内容，然后什么样的内容他们可能会感兴趣啊，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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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反正明天呢，我们要直接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跟他们做一个期中的讨论，因为我们期末的时候要对他们做一个 pitch， 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提案这样子。所以如果之后有念 SPS 学院的朋友，我还蛮推荐你可以多了解这堂课，然后如果可以选修的话，就尽量去选修这样子。So here is the agenda. First, we will talk about our assigned industry, which is cannabis. We all think it's prett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have a second industry. We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upskill to dive into, and then finally we will have a quick recap. 刚刚告一段落，决定要来买个珍奶喝，但我很难得今天喝热的。不过我现在要回图书馆，我有一些工作的东西要收尾一下。即便现在是期中考，我觉得工作的事情还是完全没有办法都不顾这样子。大家早安，今天是期中轰炸马拉松的第2天，然后昨天我真的是所有行程都是 back to back， 一个接一个，所以超级忙。然后我有把昨天一整天记录成一个 IG reel 放在 IG，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我现在呢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反正我的行程就是我早上要上班，然后下午有一个期中报告，会提前到教室跟同学做就是彩排，然后期中就告一个段落了。没错，今天早上地铁真的是超塞的。我这个礼拜4呢，要给带的大学生们开一个 social media 的 workshop， 就是我这学期的工作有一个蛮大项，就是要开一些社群相关的工作坊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正在做一些练习。因为我虽然在台湾有开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没有在美国开过，我也没有英文上过课，所以我现在其实蛮紧张的。我觉得我这礼拜就是有好多事情 like 同时发生，但我们还是得努力，好吗？我工作准备的差不多，然后我现在要去学校期中报告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等等的期中报告啊，是一堂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就是消费者行为的课。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呢，我非常喜欢这个教人生就是如此。好，我刚刚讲到哪里？哦，对，这堂课呢，它是 Consumer Behavior， 就是消费者行为。然后我非常喜欢这堂课的教授，我觉得他很会教，就是我觉得他用了很多案例在课堂中，然后我觉得这堂课也蛮吸引我，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心理学嘛，就他讲了很多品牌是如何跟消费者做情感方面的连接，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策略啊，他们的一些颜色的设计啊，或者是品牌 logo 的设计啊，等等等的。然后他出的作业也都蛮有意思的，像是他有叫我们实际去纽约的一些店家做考察，然后还有给我们一个表单，就是要我们去观察表单上面列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回答上面的问题，然后再带回班级上面分享，或者是他的期末作业是要我们去一个美术馆里面看一个展览，然后要选一个跟自己最有情感上面连接的作品，然后再带回来跟大家分享。就我觉得他出的作业都不会到难，但是我觉得都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有很多实际上面的一些互动感，所以会让我想要花更多时间在这堂课上。健康餐，我吃饱了，然后呢，期中终于是告一段落啦，只能说就是松一口气。虽然我这个礼拜还有其他事情要担心，就是工作部分，这周真的就是两头烧。但我后来发现啊，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就是想太多了，因为其实我后来整个期中跑下来，我觉得就是不论是报告或者是考试表现都比我想象中好。就是看完其他人的报告啊，或者是我刚刚才收到，就是礼拜一有一个笔试的那个成绩，都比想象中好蛮多的。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你
你有做好准备，一切就是交由老天了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第2年在 NYU 念行销硕士的一个期中，还有一些课程的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纽约生活分享，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然后 YouTube 这边就是双周3会有一支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拜拜。